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上回分享过超简单用鹰嘴豆做鹰嘴豆豆腐的食谱，竟然还有网友留言说还有更简单的版本，直接用玉米原汁就可以做玉米豆腐，连清水都不用加。那我就好康，那当然毫不考虑要来挑战一下啦。今天就要挑战用玉米原汁来做玉米豆腐，甚至有人会叫它玉米凉糕。到底怎么做？做出来口感如何呢？今天这集就来做玉米豆腐、玉米凉糕。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首先先要来榨出玉米原汁，使用到的玉米呢，通常会用到黄玉米，就是一般的甜玉米，其他的品种不知道因为没有测试，看大部分的人分享都是用黄玉米，通常会选淀粉质含量不能太少的品种像现在新品种的水果玉米应该不太适合，因为如果内含的玉米淀粉含量不够的话是没有办法凝结成功的。要准备来榨玉米原汁了，刚好我人懒又有慢磨机，我就直接使用慢磨机来榨玉米原汁。因为懒想含梗一起榨，所以要把玉米切得小块一点以免太大块卡机。没有慢磨机的别着急，等等有没有慢磨机的处理方法，大家可以一起动动脑，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无添加的玉米原汁。我自己想到最快的方法的确是用慢磨机，很多朋友没有慢磨机没关系，就直接取玉米粒，刀切还是手剥都可以。没慢磨机但是至少要有果汁机玉米粒当中加一点点的水把它打成果泥果汁状，然后再过滤掉渣，就可以得到玉米汁。不过这个就不是原汁了，因为果汁机要打得动，加了一点水，玉米汁里面含的水分越多，收汁的时间就会拉更长，所以想办法尽量控制加入的水量不要太多。如果你的机器有办法不加水打，那当然是最好。如果连果汁机都没有的朋友，那你就要用手动磨泥的方式咯，就用手动搓泥板把玉米粒搓成细泥，最后搓出来所有的细泥之后呢，再过滤掉渣，就可以得到玉米原汁了。但我承认这是一种手会磨到断掉的模式，我磨了半根简直就是磨不下去这简直就是苦命阿信才会做的事情。我还是乖乖用我的慢磨机。慢磨机的特色就是刚好可以渣汁分离，我用的是 Omega 的，它的压榨力度很大，所以可以连带玉米梗一起榨但是一定还是要切小块如果是用不同品牌的慢磨机还是要看一下说明书确定一下可不可以压玉米梗不然把你机器弄坏了也不好。那如果跟我一样使用 Omega 慢磨机的呢，记得把玉米含梗切小块一点就可以。我一共榨了5根玉米大概可以得到750克左右的原汁。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渣的部分呢，这是第一次榨，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干燥了，所以这个渣呢也不用再重复榨一次这个汁已经萃取得很完全了，所以这个渣呢已经没有什么汁液。因为我这个渣是含有梗的渣所以比较粗一点，比较适合拿去喂鸡喂鸭或是做堆肥如果想要拿来再利用做点心的话，我觉得就不适合把玉米梗一起榨，可能就需要像之前先把玉米粒给取下来，直接压榨玉米粒，把玉米原汁给萃取出来。剩下来的渣虽然是粗纤维，但还蛮适合拿来做点心的。这个就是玉米粒压出来的渣，它还算是蛮细嫩的，还是富有纤维质啦，所以可以加入一些糯米粉，加一点糖揉拌成面团之后呢，分成小饼状，直接拿来煎一下或是烤一下就是非常 Q 弹好吃的玉米饼。所以如果还是想要使用这个渣的呢，记得玉米梗就不要一起榨。慢磨出来的玉米原汁呢，其实不过滤也是可以但是我龟毛，想玉米豆腐口感更细嫩的，就是再过滤一下下，直接可以用珍珠豆浆过滤袋这个是平常拿来滤豆浆的，想用普通滤网来过滤也是可以，就看你手边有什么方便取得的工具。当然我刚刚说过，如果真的不想过滤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渣呢算是很细的泥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个泥超级细，而且量很少其实你完全不过滤也没什么关系，想追求极细腻的就过滤一下咯。萃取出来的玉米原汁呢，我们直接倒入锅当中，我们开中大火加热加热的目的就是要把水分给收干，然后熟化淀粉质。这个过程呢，要3不5时的不断的搅拌怕这个玉米汁烧焦黏底，所以一定要3不5时的搅拌，先把它们煮到整个滚沸的状态。
这时候水分含量还是很高哦，我们要继续的加热，继续的浓缩，会感觉到越煮越稠。整个加热的时间20到25分钟跑不掉。现在影片看到的状态感觉已经很浓稠了，对吧？但是还没有好哦，这个状态呢还要再加热个3-5分钟左右。反正就是看到呈片状的糊状留下，滴落时感觉纹路堆叠就差不多了。立刻倒入喜欢的模具当中，锅边有一些比较粘稠的糊状物也要记得刮进来哦。最后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平整的状态在表面哦，没有关系，你可以刮刀抹一下，或是不理它，其实也还好。稍微放凉之后就放冰箱冷藏，隔夜凝固。这盒呢是之前预先做好的，表面刮得乱七八糟没什么关系哦。模具上完全没有抹油，是很容易分离脱模的哦。可以直接在容器里面倒入些许的冷水，然后直接在里面切割，比较不容易破。因为这个玉米豆腐的结构组织真的比较软一点，为了拍起来比较好看呢，我就直接整盒倒扣。不过说一句实话，它的整体结构组织真的非常的软嫩，偏向那种布丁的软嫩口感。难怪有人说叫玉米凉糕哦，因为它真的也有一点点凉糕的口感，它真的非常嫩哦。所谓嫩的口感，而不是弹的口感哦。其实它原味单吃就很好吃了，就是很像甜点哦。但如果搭配酱料吃成咸口的也很好吃哦。不过说实话，它的淀粉结构真的属于比较软的，然后也蛮怕热的。我们拍片现场的灯光是很强的，为了拍摄跟拍照，这个豆腐折腾了很久，最后发现成品开始有点瘫软了。所以这个食谱真的建议尽量现做现吃，冰箱凉透定型了之后呢，尽量新鲜做新鲜吃就对了。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让他做给你吃。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次见，拜拜。Cause even if